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一起解读《道德经》第71章：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我们常以为知道是一种能力，是一种优越感，是能带来权威的资本，但老子却在这一章中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。知不知上矣，不知之病也。这并不是文字游戏，而是对认知状态的一种深度揭示。知道自己不知道是高明，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，就是一种病。圣人之所以不病，是因为他知道这种病的存在，时刻保持对自身认知局限的警觉。夫为病，是以不病。这句话看似绕口，却恰恰是现实中最常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状态。一个人最大的陷阱，往往不是无知，而是误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这种认知的偏差，不是抽象哲思，而是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真实面对的情境。尤其在家庭与职场这两个领域中，知与不知、懂与不懂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，甚至成为矛盾的导火索。我们先说家庭，代际之间的矛盾往往并非出于恶意，而是出于认知的落差。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短缺的年代，从小习惯节俭，有所保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。在他们心中，家不是展示个性的空间，而是抵御风霜的堡垒。于是他们舍不得扔旧物，哪怕是破了边的盆、翘了皮的椅子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留着。他们也爱捡东西，不仅是捡便宜，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安全感。年轻人看不惯这种行为，他们成长于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，习惯了及时消费、简洁生活，对于父母的囤积行为觉得不解，甚至羞耻。为了一堆空瓶子、一堆塑料袋，一家人可能吵得不可开交。子女认为父母不讲卫生、不讲审美，父母则觉得孩子不知苦、不体谅、不懂生活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特别是在口罩时期，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经历物资短缺的生活。当超市空架，当口罩断供，当一瓶酒精成为奢侈品，他们忽然开始理解父母的谨慎和节俭。那些被嫌弃的囤货习惯，在特殊时期显得格外稳妥。那一刻，年轻人意识到，自己曾经嘲笑的不仅是行为，更是对历史经验的漠视。他们不知，却以为自己早已懂得生活之道。这种认知差距，便是老子所言的不知之病也。反过来，老年人其实也并不总是站在理解者的立场。很多老人不能理解年轻人的表达方式，觉得孩子们沉迷手机、追星、讲网络黑话是不务正业、没出息。他们对新技术不感兴趣，甚至带有抗拒。他们不明白孩子在家工作为什么也能赚钱，觉得不出门、不朝九晚五就不是正经人。很多新兴职业在他们眼里就是虚无缥缈。更有甚者，在某些地区，只有当孩子能考上公务员、吃上公家饭，他们才稍感安心，孩子才能得到认可。这种认知落差其实是典型的不知之。他们不知道新时代已经悄然重塑了职业结构、社交模式和价值认同，却仍以过往的标准判断子女。他们不是恶意的干涉，而是出于爱与责任。但因为自以为明白，所以很难听进去孩子的解释，也难以换位思考。就像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孩子坚持选择低薪但又热情的工作，却不愿接受一个安稳却无趣的岗位。他们以为那只是任性，却没意识到价值观的结构已经根本不同。双方都处在认知盲区，却又都认为自己看得最清楚。这正是家庭中最大的病，不是沟通的失败，而是以为懂的错觉。
当父母愿意承认自己对新世界了解不多，愿意放下身段向孩子学习，当孩子也能理解父母行为背后的情感动机和历史经验，不再急于否定对方的合理性，那便是知不知上意。承认我可能不了解你，才是理解的第一步。而在一个企业中，不知知的表现更加隐蔽，也更具破坏力。很多中高层管理者凭借多年经验和业绩爬上权力阶梯，自认为早已掌握行业规律。他们习惯用过去的成功逻辑来判断当前的问题，他们的话语权建立在我做过、我知道、听我的这些标签之上，但他们往往忽视了信息更新的速度，忽视了技术、工具、用户心智在悄然改变。经验未必失效，但一成不变的经验极容易变成误导。比如，一个主管在开会时，当一个新来的年轻员工试图分享一套基于 AI 自动化的新流程，希望提升部门效率，却被一句“这太复杂了”，我们现在用的就挺好。草草否决，主管没有恶意，只是潜意识里觉得自己见多识广，不需要听一个菜鸟讲道理。他不知道自己其实对新技术并不熟悉，却仍坚持用旧逻辑做判断。年轻员工因此感到受挫，逐渐闭嘴，整个组织的创新力也就这样被扼杀在权威之下。不知知是一种制度性思维的僵化，而知不知则是一种深刻的组织伦理。一个真正有远见的管理者，不是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，而是始终保持对信息差的警觉，愿意承认自己的盲点，愿意让基层声音反哺决策过程。他们知道，年轻人可能在经验上有所不足，但在工具、趋势、思维敏捷度方面却拥有更贴近前沿的触觉。如果管理层不承认这种差距，而一味自以为是，那便是组织的集体性的病。职场中的信息差并不是能力的差距，而是时代赋予的资源差异。年长者需要时间更新认知，年幼者则需要空间表达见解，但前提是双方都要先承认我不一定懂你，而不是以我经验多或者我技术新为资本去压倒对方。这种互相承认的过程，就是老子所说的病病，即用对疾病的认知去避免真正的病变。如果家庭中每一代人都能如此，如果组织中每一个层级都能如此，那么整个社会就能形成一种更有弹性的认知结构。这种弹性不靠权威，不靠经验，而靠彼此对未知的尊重。归根结底，老子说圣人不病，是因为他知道病的存在。他不是不会错，而是懂得怀疑自己的正确；不是没有偏见，而是愿意在偏见到来之前先拉响警报。他在知与不知之间保持着开放的流动，而不是封闭的自信。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一种智慧。老子提醒我们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争抢定义谁更懂，而在于承认未知，尊重差异，并在不确定中保持谦卑和开放。这种认知上的自知与自省，不只是修身之道，也是家庭与组织能够和谐共处的根基。我们越是愿意承认自己的盲点，就越有可能听见别人真实的声音。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，老子将不再只谈个体的认知状态，而是将视角转向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关系。他将思考政令之所以令人畏惧，是因为上位者不知收敛；人们之所以不敢为非，是因为恐惧而非敬爱。当政治失去为天命的敬意，社会就会滑向被压迫的状态。那么，一个真正的治理者应该如何做到不压不恐而令民自正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